魔药，刚出先生锅的美需要香烟吗？白魔药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全部退后，别挡道！啊，这么多又抓不到新犯人了，肯定是哪个异族杂种又杀人了。是狼人吧？狼人？据说他们连钢铁都能剜呢。哎呀，这种怪物真的没问题吗？放心，我们白银城有2把，其一就是比钢铁还硬的密银矿，其二就是由密银矿铸成的大监狱。蔷薇监狱镌刻着封印魔力的法阵，再加上艾登加洛德大人亲自担任典狱长，只要进去，根本不可能逃得出来。挖通了，终于挖通了！艾登，你个智障，还想关注老娘？这才是老娘的逃跑路线。论智斗，你还是比不过我奥菲利亚。2年了，整整挖了2年，没想到这破监狱的地基都会有秘银。不过一切都值了。瞧瞧这满月，这自由的空气，是欢迎我重获自由吗？还没逃远，就发出这么大动静，生怕我找不到你。艾登，你还有98年刑期没蹲完，现在看来又要增加了。你这个混球是怎么发现我逃出来的？拜托，你一个吸血鬼根本不用上厕所，却天天在厕所里待2小时，不是挖地道逃跑，难道是在吃夜宵？既然你早发现了，那为什么拖到现在才来抓我？当然是抓个典型做宣传。高贵的血族亲王居然选择挖洞逃跑，得让其他囚犯都看看你狼狈的样子。可恶！看来今天我们只能有1个人活着离开了。典狱长，2年前我失手被你抓住，这次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你是艾凡莎？艾登命令抓你回去。挖得真慢，等你半天了。喂，你们可是这个大陆有头有脸的强者。吸血鬼烧成的灰可以留给我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给这个男人当走狗？咱们4个联手，艾登这个混蛋必死无疑。你们不渴望自由吗？别白费力气了，他们和我签订了契约，我提高了他们在监狱中的待遇，作为交换，他们会帮我维护监狱秩序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是自己乖乖回牢房去，还是把你打个半死扔回牢房？该死的人类！你以为我跟他们一样没有自尊吗？不自由，勿宁死！不要小瞧血族亲王的骨气啊！你要是敢动手，这次抓到你后，就把你绑到十字架上，在你嘴里塞满大蒜，再扔到太阳底下暴晒1天。典狱长大人，人家只是出来赏个月嘛，干嘛这么威胁人家？怎么出来的怎么回去吧，不要逼我灌圣水。哦。艾登加洛德，大陆赫赫有名的强者，神枪手、剑术大师、咒术天才，各类称号不绝于耳。他的名讳就足以让异端生物瑟瑟发抖。可惜我不是真正的艾登，已经死了。我被召唤到了他的躯壳中，他的技巧、阅历我一无所知。幸好我曾是一名狱警，懂得工作流程，伪装成典狱长也很容易。但是这里关押着整个大陆最危险、最穷凶极恶的女囚犯，一定抽死你，艾登！大牢头怎么又来探监了？艾登大人，人家好想你啊，进来坐坐啊！我的球啊，放开肉死味的！熄灯吧。是。更糟的是，艾登加洛德的名号已经不足以镇住这里的囚犯了。装的挺像啊，小子，你已经不是叱咤风云的艾登加洛德了。3年前的战斗中，我的蛇毒已经注入你的身体，现在你只是一个上厕所都要人扶的废物。我早就看出他虚弱无比了。肃静，闭嘴！他也没有。现在是强弩之末吧，典狱长大人，让我试试你还有几分实力。肃静！我没有外挂一样的血魂，也没有绝佳的天赋，2个月废寝忘食，只学会了最基础的闪光咒，相当于一枚闪光弹。一旦囚犯真的冲出来，肯定会被大卸8块。我要尽快找到回去的办法。这里关押着各种奇人异事，说不定能从他们口中套出线索。可千万别送来更多刺头了。别动！死到临头还不老实！典狱长，这是新送来的死刑犯，这狼女可不是善茬，多看着点。你们都该死！我这张乌鸦嘴。狼人维罗妮卡原为白银市骑警，在查假酒销售案时意气用事，开枪射杀酒吧老板，证据充足，故判死刑，1个月后执行。
典狱长，镇静剂注射完毕，带他去更衣室吧。那么我们就不打扰了，兄弟们就地解散吧。罗森队长留步。我上个月申请加盖牢房的事，上层一直没有回复。眼下不少牢房都同时挤着好几名犯人，这么下去，恐怕有暴动的风险。艾登大人当了几年典狱长了，还没摸清上层的难处吗？蔷薇监狱有1000多个囚犯，每年的维持费足够让贫民区吃上100年，再加上异族囚犯动辄上千年的寿命，这无底洞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？我不理解，这跟我有关系吗？得，我没上层有文化，就直白点告诉你好了。假如有一批异族犯人在牢里莫名其妙的死了，其实是件皆大欢喜的事。艾登大人肯定注意到白天城里的游行队伍了吧？驱逐异族，这是我们人类的土地。好歹异族帮我们夺回了土地，不至于赶尽杀绝吧？你说什么？异族是一群吸血鬼，他们不走，我们永远是穷光蛋。凭什么我们过得这么惨，异族却在监狱里吃饱穿暖？蔷薇监狱就是异族的大本营，艾登就是撒旦。人类与异族的矛盾愈演愈烈，分割对立是大势所趋。蔷薇监狱是否拆除，上层也在争论不休。天价维持费是不小的负担，艾登大人要是不及时弄出点动静，表明立场，结局怕是很难看。所以为了摆平舆论，身为典狱长的我，却要想办法弄死监狱里的犯人，这恐怕不合适吧？还有什么选择呢，艾登大人？凭着年轻气盛辞职走人？别忘了，蔷薇监狱1000多号犯人都是你抓的，你已经跟异族族群结下梁子了。好心给你个提醒吧，上层还是有不少人想保住蔷薇监狱的，比如我的主子安东尼议员，只要杀个囚犯缓解舆论压力，他会全力保住监狱的。眼下这个狼人维罗妮卡，不就是最好的人选吗？反正他本就是死刑犯，杀了他，您的圣母心也没什么负担。异族是指除了人类之外的其他种族。人类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，曾和异族短暂合作过。作为嘉奖，参战的异族在人类领土上有共同的公民权。现在，饥饿、贫困、失业，人们需要一个发泄口。贵族暗中将这一切的源头引到了异族的头上。作为这个世界的统治阶级，没人敢得罪他们，包括我。所以，我妥协了。在这种世道，还想遵守职业道德，痴人说梦。把一个死刑犯的死期提前，已经是最仁慈的选择了。已经没有空置的牢房关押狼人了，我们得安排一个双人间。艾登，你别着又来直说，别磨磨唧唧的。大部分的牢房都已经塞着2个人了，我得想想。对了，魅魔那间好像只关着1个人。魅魔，他不是？在安排晚上就寝的地方吗？艾登大人，来我屋，我的床还挺大的。犯人3307，魅魔菲儿，你前天不是出狱了吗？这个嘛，他死性不改，私自组织其他魅魔做老本行，导致大量男性因突发性衰竭被送进医院。怎么每次扫黄都有你？哎呀，人家只是犯了一点小错嘛，他们居然说我是累犯，判了整整1年，超过分的。艾登大人能不能想办法帮我减减刑啊？比如今晚安排在我房间，我什么都愿意做的，包你满意。你真的行吗？行，我可太行了。好了，收工。等等，这是谁啊？这是给你安排的新室友，切记，一旦发现异常，立刻叫狱警。不对啊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呀？艾登大人！医生，明日份的镇定剂备齐了吗？我们现在就去准备，典狱长大人。算了，已经是下班时间了，你们上有老下有小的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来吧，回去陪家人吧。谢谢典狱长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今天是月圆之夜，镇定剂怎么可能抑制住满月下的狼人呢？姐妹们听我说，艾登可能真的是个……闭嘴吧！几点了？犯错吧，死刑犯，你离自由只有1墙之隔。妈呀！你
想干什么？2号房的虎人菲利帕申请购买一把毛梳，说是换季节梳理皮毛使用。批准。6号房的凯瑟琳申请买一把匕首，说是拿来辟邪。否决。跟他说不要把狱警当白痴。13号房的魅魔菲尔申请无罪释放，说是会用特别的方式感谢你。否决。告诉他再提类似的申请就等着关禁闭。早啊，医生。跑这么快干嘛？结果，大事不好了！大事不好了，典狱长！我今早起床突然想起来，昨天是满月啊，昨天的镇静剂打少了，至少要10倍的剂量才能压制住它。满月的狼人嗜血成性，魅魔可能有危险，赶紧去检查一下吧。哎呀，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当时就是不信。哎呀，好啊，姐妹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？别这么高冷嘛，好歹我们也是室友了，对吧？安静，排好队，每人沐浴时间10分钟，不许超时。怎么可能？魅魔一点事儿也没有，而且看起来他们关系还挺好。我已经守了1夜了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该怎么形容呢？这个狼人又安静又利索，连床铺都叠得整整齐齐。我还没见过这么守规矩的犯人。可判决书居然说他是个嗜血狂魔，难道？八叶雕像啊，对，错不了的。没有狂暴的原因只有一个，他是煞血狼人。煞血狼人，煞血狼人没听说过。狼人的亚种吗？不，应该说是与人类有特殊关系的狼人吧。100年前，人类和狼人被邪魔围困在城堡数月，弹尽粮绝。虽然是盟友关系，但是因为太饥饿，双方都在相互猜忌。人类害怕被狼人吃掉，狼人也担心被人类偷袭。窒息的气氛下，内战随时都有可能爆发。在这样的关头，人类首领巴耶大人杀死自己的战马供狼人食用，甚至还表示愿意把夭折的孩子。这个举动让狼人受到极大震撼，内斗危机随之化解。突围之后，这批狼人就有了煞血狼人的称号。他们逐渐脱离狼人族群，跟随人类南征北战，直到人类完成复国大业。为了融入人类，他们创造了极其变态的自虐方式，克服满月狂暴。只是和平之后，排斥异族的呼声越来越大，煞血狼人已经相当罕见了。不对啊，典狱长，对煞血狼人处以死刑是不是搞错了？他们选择了极其痛苦的方式控制兽性，就是为了融入人类。我是说，煞血狼人有被人类活活打死都不还手的案例，这种情况下，他们怎么可能会杀人？不好了，典狱长，犯人在浴室里打起来了，那个狼人他发狂了。看来，他不是什么煞血狼人。回牢房去，别凑热闹。前边的地点真狠，血流了一地呀！这样奇怪，刚才不还跟那个魅魔很要好的吗？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真阴险！我一个人洗着澡，这狼人突然就发疯了。典狱长要为我们主持公道啊！说说吧，为什么出手打人？这还用说？一族疯起来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典狱长，你还不快吊死他？他可是个嗜血成性的狼人，说不定哪天饿了还会拿我们加餐呢。狱友们各自小心吧。是啊，我们的魔力被封印了，狼人发起疯来根本无力抵挡。我还有几天就出狱了，可不想现在死在牢里啊！典狱长，你要是不给个说法，我们就只能先下手为强了。安静，想挨揍吗？你个黑帮打手还想装正义使者啊？囚犯3308，蔷薇监狱对犯人行为要求极为严格，这里稍有差池，白银城的市民要面对的就是灭顶之灾。我会申请将你的行刑日提前。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哼，异端审判局的传说也不过如此。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，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开口辩解的机会？为什么都认定我是杀人犯？为什么都相信编造的臆想？我想明白了，原来你们只是想让我死。既然如此，何必浪费时间解释呢？开枪吧！杀了，杀了！眼下这个狼人不就是最好的人选吗？杀了他，你的饭碗就保住了。杀！杀！煞血狼人有被人类活活打死都不还手的案例，怎么可能会杀人？杀！杀！我走到这一步，就是因为误杀了一个无罪的囚犯。如果有重复一次的机会，先生，目前事实不清，想死没那么容易。把他带到审讯室见我。我进入狱室时，里面正在争吵，2个犯人把魅魔逼到了角落里，好像在威胁他。所以你就挺身而出揍了他们一顿？我看到他孤立无援，就出手了。了解了。等魅魔菲尔醒来后，我会听取他的证词，做出最后判断。在此之前，你就先回牢房吧。警卫，等等，典狱长，你叫我单独谈话，肯定不只是为了这件事吧？
我知道您和别人不一样，您愿意听我解释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可所有的证据和证词都指向了我。卷宗我已经看过了，既然你觉得有意义，我们可以来对峙一下案发当天你都做了什么。那天我只是缉拿了一名贩卖假酒的商贩而已，他的老婆来警局抗议，我没有过多理会。晚上就发现他背后中枪身亡，死在了自家的酒馆里。我没有杀人，更没有开枪，人是什么时候死的我都不知道。可你的配枪在检查时少了一发子弹，如果你没开枪，那谁碰了你的枪？你把枪借给过其他人吗？没人碰过我的枪，白银城的人不愿意跟我交朋友，不可能有人找我借枪。在受害人被杀的时间里，谁跟你在一起？能提供不在场证明吗？没有，我去祭奠友人了。异族的墓园很破败，也没有守墓人。你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我有其他可以证明的东西，那就是我的人品。我从小村子的民兵做起，一路兢兢业业，晋升到白银市骑警，在村民之间有很好的声誉。我抓不过2名活人献祭的邪教头目，与天灾级魔兽搏杀，让上百人幸免于难。你可以去问他们，这证明不了你没杀人，这与拯救多少人无关，杀人只在一念之间。再想想其他细节，如果我这关都过不了，就别提法官和议员了。犯人3308，维罗妮卡。没想到我拯救了那么多人，却拯救不了自己。警卫，把人带回牢房吧。典狱长，魅魔菲尔他醒了。他还在医务室吗？我过去一趟。梅根，你为什么自作主张把犯人带过来？什么？他说你不肯见我还不知道您吗，典狱长？您肯定会找他了解情况的。你们先聊，聊完叫我。果然，这魅魔还挺有钱的。我来就是为了说明一件事，维罗妮卡是清白的。众所周知，我菲尔可是白银城鼎鼎有名的企业家、实干家。可那2个新关进来的犯人，马贼凯瑟琳和海盗安妮，竟然在浴室勒索我。我本来都以为要栽了，还好遇到了维罗妮卡，她一个正拳打在了安妮的鼻梁上，又一个推手把凯瑟琳掀翻在地，那2个人直接就爬不起来了。那你为什么也昏倒在地呢？我往外跑的时候没注意踩到了一块肥皂，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不止如此，典狱长，我认为维罗妮卡是被诬陷入狱的。我们魅魔有特殊的能力，可以在一个人入睡时窥探其梦境。昨晚我见识了他的梦境，这个人绝望得快要崩溃了，根本没人听他的口供，很显然是被诬陷了。你要是不信，等晚上来我牢房，眼见为实。我怎么确定你不会在梦里动过手脚？维罗妮卡什么罪行不是我决定的，没别的事就出去吧。难道你要冤枉一个无罪之人吗？我会死得很平静，但是你警官，你会在挣扎中死去，因为你杀了一个无罪之人，你的余生都将不得安宁，我替你可悲。出去，梅根，把犯人带回牢房。等等，艾登加洛德可是正义的化身啊！我看中的男人什么时候这么窝囊了？老娘可是花了大价钱专门进监狱的。哎，走吧走吧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可恶！你怎么看，弗兰达？法官所认为犯人维罗妮卡是情绪失控，一怒之下杀死了酒店老板娘。可大部分的狼人伤人案件，狼人都是徒手攻击，很少有开枪杀人的。虽然有些可疑，但犯人维罗妮卡是骑警在狂暴状态下保留拔枪射击的潜意识，也说得通。弗兰达，你只看了短短几行字就发现了疑点，而你越往后看，这个案子就越古怪。典狱长，他究竟有什么值得您做到这个地步？让我杀死一个无罪之人，那感觉比吃了苍蝇还难受。该死的魅魔，不要发出这么恶心的声音啊！
还睡不睡了？我还年轻，有点需求，怎么啦？绝境的千年老妖怪，给我闭嘴啊！我这不是在做梦吗？嘘，我是来办正事的。你不是要证明狼人的清白吗？知道了还不把腿拿开！现在正是进入潜意识的最佳时机。维罗妮卡注射了镇定剂，已经熟睡了。你竟然主动愿意帮助别人，这还挺罕见的。别把我想的那么不堪好不好？维罗妮卡好歹帮了我一次，我也是讲道理的。准备好了吗，艾登大人？你可别在潜意识里添油加醋。放心吧，我还没那么大本事。原来传闻是真的，歃血狼人就算被杀也不会还手。还手啊？为什么要一个个去送死啊？因为我们是歃血狼人，我们不会伤害人类，我们信守承诺。帮帮我！来人呐，帮帮我们！竟然有人疯狂猎杀歃血狼人！放心，我们人类议会绝对会审判凶手。谢谢。可我们需要审判的是你，为什么你要杀害一个无辜的人类？什么？你一定是对族人被杀心怀记恨，以屠杀人类的方式作为报复。要是对你从轻处罚，日后必定会有更大的祸患。我没有杀人，死刑！狼子野心不可留！死刑！为什么都不相信我？维罗妮卡的情绪起伏越来越激烈了，看来马上就要苏醒了。案子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。有这么严重吗？凭艾登加洛德的名号，担保一名犯人很难吗？你怕是还不清楚对手的权势，连法官都能操纵。想帮他翻身，除非死人能说话。死人说话，死灵法师阿森纳，这或许还真办得到。欢迎安东尼议员访问蔷薇监狱。安东尼议员，这个时间他来干什么？你不应该出现在这儿的，安东尼大人。一个议员3更半夜来到监狱，会引起别人的无端猜想。爱惜自己的羽毛没错，但不要溅别人一身水啊，艾登大人。什么意思？你杀掉一个死刑犯，我来说服议会保住监狱。罗森队长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？可我听说，你最近在帮死刑犯调查案件。消息可真灵通。安东尼大人是怎么知道我在调查案件的？白银市的报社是我的资产，想挖点边角料还是办得到的。看看这几天的报纸吧，艾登大人。无法驯化的野兽，残暴嗜血的狼人已被逮捕，将会有隐士于白银城的传说。前高级审判官艾登加洛德审判，这就是我一直在运作的事。你懂我想传递什么吧？昔日英雄手刃恶魔，正义得到了伸张，你会成为市民心中的英雄，而议会不得不考虑保留监狱。可你调查案件做什么？质疑法官的判决？法官不应该这么早下结论的。维罗妮卡的案件存在很多漏洞。艾登大人，这不是误不误判的问题，你这是在打法官的脸。这群同为议员的法官肯定会对你、对监狱产生反感，结果就是想保住监狱更困难了。我不是阻拦你执行正义，而是现在不是时候。现在的目标是把你重新送上神坛。想想吧，等你再度成为英雄的时候，那在市民中庞大的号召力，那个时候参与案件的裁决是不是更有话语权呢？白银城从不缺冤案，你有的是发光发热的机会，但现在一定要忍耐，懂吗？你在酝酿一个危险的计划，艾登。你是怎么猜到的？人类在做重要决定的时刻，都会寻找亲友的支持，而这个世界里，我是最了解你的人了。
你又来了，艾登。我已经决定要帮一名囚犯翻案，但你无从下手，又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。你都知道了。只要你能赢我，我就给你答案，怎么样？你的心思没有在棋局上，艾登。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狼人案件的幕后黑手是个位于上层的人，他搞定了警察做假笔供，也搞定了法官迅速判刑。现在轮到我了。以关亭监狱作为要挟，要我快点杀人灭口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么大的城市建立一个关押危险异端的监狱是为什么？费尽心机布置重重法阵，不惜天价灌注密银加固，他们在害怕什么？所谓关闭监狱，是议员为了拉选票画的饼罢了。只要我还关在这里，蔷薇监狱就不可能停止运转。你可要看好我了，万一哪天我跑了，这个监狱就真的没必要存在了。我前世就是因为误杀一个无罪之人而死，这次不会再重蹈覆辙了。可你的灵魂实在太弱小了，掌握不了什么法术，又是孤身一人，你打算怎么跟对方斗？我已经准备使用那3个模范犯人的力量了，他们与上一任艾登签有灵魂契约，我可以伪装好身份，继续让他们协助我。伪装只是其一，强迫囚犯做事会引来反感。你现在没有实力这样，有没有办法抵消反感呢？我每天都有审批囚犯们的需求信，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，这可以作为奖励来降低抵触情绪。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仅凭他们3个人的能力翻案，来得及吗？在调查期间，我应该留意一些其他犯人的能力作为补充，可我对其他犯人的能力并不了解。卷宗，我能从卷宗记录的犯罪经过判断囚犯的能力性格。弗兰达整理的犯人物资可以让我投其所好，利用需求培养犯人的信任，再借用他们非常规的力量达成目的。蔷薇监狱的1000名囚犯，就是我的1000种手段。将军，艾登，你知道输给我会付出什么代价吗？逗你的，脑力推算的游戏，人类赢不了我。这次先放你一马，下次来我要玩飞行棋。我可是大费周章才把你那消散的灵魂召唤到典狱长身上的，不要让我失望哦，艾登。艾登大人真是精力旺盛啊！昨晚听到你去魅魔的房间，现在天还没亮又来我这里，怎么，你对一具尸体也有兴趣？原来是让我帮忙召唤一个亡魂啊！可我才刚帮你摆平吸血鬼，现在又要干活，不要把我当成奴隶啊！还是你自己走一趟吧。这枚吊坠受到撞击，可以召唤亡魂，在尸体前使用就好。这链子就能召唤亡魂？你一直带着这么危险的东西吗？连魂契约中的穿着自由条款，你忘了吗？饰品当然也算穿着的一部分。再说这东西也没法帮我越狱，现在后悔可没门。想要发动吊坠的能力，就这样。我不是失手把它扔下的，我只是想展示一下如何召唤亡魂，千万别摸骷髅部分，会受到亡灵法术冲击的。完了，这家伙气得浑身发抖，他肯定认为我是在挑衅，我不会把那个男人惹毛了吧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警告你，不要过来啊！我只是突然想到，弗兰达说你已经把借阅室的书看完了，抱怨了好几次没新书，要不我帮你带几本最新的畅销书回来？啊，这家伙怎么回事？什么时候这么贴心了？不会吧，骨灰罐，尸体已经火化了，这种情况
还能召唤出亡灵吗？没什么反应，再敲几次试试。大晚上的干什么呢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救命啊！闹鬼了！我去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们休息了。真是小看这玩意儿了，可惜对骨灰不起作用。想想其他法子吧。是谁在打扰我的安眠？出来了！杀死你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，快告诉我凶手是谁，我帮你报仇。我没有时间了，凶手是……老实点，丈夫贩卖假酒被抓，不想让他出来了吗？给老娘放手！都已经给你钱了，别太嚣张了。你也装清高是吧？帮我报仇！等等！把他的名字告诉我再消失啊！仔细想想，老板娘这些信息是有可以推理的地方的。那套服装和领花是骑警队的人，凶手开枪杀人后少了一发子弹没法交差，于是盯上了维罗妮卡。在骑警队能拿到别人配枪并有作案空间的人，只有武器库管理员了。找武器库管理员吗？稍等啊！喂，布鲁斯，艾登大人有事找你。你小子真有本事啊，竟然结识艾登大人。这么熟？艾登大人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大事，我很喜欢的一把左轮手枪出了点故障，正好路过警队，就想请你帮我维修一下。原来如此，小意思。不知道是什么故障呢？是转轮的问题，经常会滑落一发子弹。你说好好的手枪，却要忍受缺一发子弹的苦恼，蛮可惜的，不是吗？我最近工作有点多，请艾登大人等几天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那就辛苦你了。这个叫布鲁斯的不是凶手，他的体型跟亡灵记忆中的行凶者不匹配，但套话时他的反应不对，应该对案件知情。暂时不要打草惊蛇，后边的大雨才是关键。哟，布鲁斯，怎么愁眉苦脸的呀？昨天不是挺潇洒的吗？竟然有钱去翡翠宫找女人，在哪儿发的财啊？一边去，没心情开玩笑。缺一发子弹，应该是巧合吧，只是修一把手枪而已，不要自己吓自己了。我发誓，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当时有个男人就站在刚下葬不久的酒馆老板娘墓前，漫山遍野的鬼魂朝他跪拜，我吓得连忙往外跑。你们猜我听到了什么啊？什么？帮我报仇！那绝对是酒馆老板娘的声音。你之前见过老板娘吗？就说是她的声音。小女人想疯了吧？还是引起警觉了，躲进屋子不出来了。这颗水晶球我要用一段时间，让你的无涯一直盯着它。我可听说阿森纳帮你办事是得了好处的，怎么到了我这儿却想着白嫖了呢？你打算给我什么好处呢，艾登大人？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戴笠，我们是在做交易吗？该死，我在得意忘形什么？居然忘记了他是怎么把我抓进来的。我投降！别打了，我投降了。不，典狱长怎么能跟囚犯达成交易呢？我在跟您开玩笑呢。你知道就好，典狱长会视情况给予囚犯一定关怀，不要把关怀理解成正当索取。话说，最近不少囚犯水土不服，吃不惯监狱的食物，我准备购买一些甜品改善伙食。你觉得7号街的奶油蛋糕怎么样？哦，他们肯定喜欢，我打包票。真能忍啊！都晚上了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不过你休息的也够久了，该提提神了。夜深了，到你登场了。真白。
么？什么东西？听声音，应该是楼上摔碎了玻璃吧？真是的，吓人一跳。不对啊，楼上是房顶啊！这是什么？你不要过来啊！冷静，这只是一个梦，只是一个梦。我死得好冤呐！救命啊！闹鬼啦！冤有头债有主，别来找我呀！就是这样，自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，快去找最信任的人寻求帮助吧。你交代的事我已经完成了，不要烧掉我的网。别担心，我只是确保你不会乱来。典狱长既然利用囚犯做这种事，不怕被人耻笑吗？耻笑什么？替天行道？你为了给儿子复仇，不惜被炼成尸妖，而你刚才的所作所为，就帮助了跟你一样命运的悲惨女人。希望你能放下执念，早日安息吧。救命！这人怎么回事？是酒馆老板娘的鬼魂！救命啊！哎呀！你在嚷嚷什么？生怕别人不知道这破事儿。贾罗，太好了，我正打算去找你呢。闭嘴！这里人多眼杂，跟我走。你真的看仔细了？千真万确，那鬼甚至还摸了我的脸。这一定是早上进入墓园的神秘人干的，我们被不得了的大任务盯上了。小声点，你慌个什么？顶多是个去墓园偷炼的亡灵法师而已。好好想想，这事捅出去了，完蛋的可不止你我二人。要是维罗妮卡出狱复仇，一只手就能让你脑袋搬家。可是我这小心脏实在遭不住女鬼啊！唉，摊上你这么个远房亲戚，真是造孽。这几天你就住在我家吧，这里布置了专门针对亡灵法师的法阵，只要有亡灵生物敢越界，瞬间灰飞烟灭。哇塞，这也太专业了！莫非你早就料到酒馆老板娘的鬼魂会来报仇吗？哼，找我报仇的人多了，还轮不到那个臭娘们儿。波鲁斯，你既然决定跟我混，就要记住，通往权力的路就是拿尸骨铺出来的。哦，贾龙，有详细点什么吗？他为什么栽赃到你身上？等等嘛，维罗妮卡，你就不再想想？陪哥哥几个晚上，这次骑警队分队长评选就让你晋升。我对你没兴趣，再动手动脚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个臭杂种，给脸不要脸！因为这点事就要置我于死地吗？得不到就毁掉，这种病态心理的富家公子哥并不罕见。跟我谈谈这个贾龙吧，他到底有什么背景？近来过得可好啊？不要生气嘛。我知道，你递交的需求信从来没有被回应过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毕竟看过你文字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，整个监狱也没有应对你这种能力的方法，这就是别人对你冷漠的原因。狱警、犯人都对你一无所知。我有一个提议，帮我把一个胆小鬼从房子里逼出来，证明你是可以信任的，我就给你一个交朋友的机会。什么情况？这是怎么感觉头晕晕的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贾龙，你在哪儿？有人吗？我不就在这儿吗？喂，你去哪儿？世界末日来了！怎么风言风语的？管家，去拦住布鲁斯，看看怎么回事。好的，少爷。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呢？这个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吗？贾龙，酒吧老板娘，原来如此。
这一切都是来惩罚我的吗？啊，客人，你看起来情况不太好，先跟我回去吧。是贾龙啊，是他开的枪，为什么你要一直纠缠我？求求你放过我，我再也不贪小便宜了，人有头债有主，别再来纠缠我了。该死，哪来的乌鸦害我升天？贾龙，你在朝我开枪？我已经提醒过你了，是你自己找死。少爷小心！谁来救救我？维罗妮卡的坟墓！你们是谁？别靠近我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没教养的家伙，真欠揍！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？救命啊！这是我的坟墓。布鲁斯，你既然决定跟我混，就要记住，通往权力的路就是拿尸骨铺出来的。我明白了，你们都是被贾龙害死的亡魂吗？而我也会落得你们这样的下场。这人不会精神有问题吧？他自言自语好一会儿了。邓大人，你的监狱里有个无罪的囚犯，我愿意当人证。贾龙给了我笔钱，让我再三维罗妮卡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就把他们两人的子弹调换了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当人证，指认贾龙的罪行。这几天你就先在监狱里躲着吧，为了安全着想，我要准备扳倒贾龙的材料了。布鲁斯先生，跟我来吧。别管马了，赶紧去给我找布鲁斯那小崽子！少爷，老爷已经知道您闯的祸了，他在郊外备好了马车，快逃吧！想逃？做得不错，戴笠，继续骚扰拖延他的时间。暂停监狱一切访问，我去就回。是，走。戴笠，你胆子可真不小啊！帮了艾登大人那么多，却在关键时刻动手脚。别装了，阿森纳，我就不相信你没看出来。在墓地的时候，他竟然被鬼魂吓到。除此之外，我的眼线还看到他陆陆续续地向其他囚犯求助。你敢相信这是无所不能的艾登加洛德？他是谁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只要能提供安稳的环境就行。哼，我可不想余生都蹲在监狱。如果他不是真正的艾登，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。看来有人给艾登准备了个小惊喜，就让这个家伙探探我们典狱长大人的真实水平吧。来人呐！艾登大人有危险，快放我出去！你在说什么呢？有人正在跟踪艾登大人，我记得这个人的味道，他很危险。维罗妮卡是狼人，他的嗅觉很灵敏的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派人保护艾登大人啊！不，你们不是他的对手，让我出去，我能找到他。这里可是蔷薇监狱啊！这个新来的想什么？怎么可能会放你出去？想越狱的理由也太烂了。让他去吧，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他是无罪的，要不了多久就会释放。出了什么问题，我负责。弗兰达，喂，狼人给了你们什么好处？我要举报你们私放囚犯！这狼人的鼻子怎么这么好使？救命啊！监狱里到底出什么八卦了？有没有人解释一下呀？我要急死了！身为艾登大人正牌女友的我，可是知道事情的全过程啊！菲儿姐，快给大家讲讲啊！可恶，滚开啊！这是要去哪儿啊，卡隆先生？我还是建议你乖乖在家等逮捕令。
小少爷，赶紧逃命吧，他就交给我了。给我好好教训他！久仰大名，艾登加洛德，我是赏金猎人怀特，晋升最快的赏金猎人明星，这都归功于我喜欢挑战让人闻风丧胆的委托。杀掉传说中的艾登加洛德，不知道身价会暴涨多少倍呢！受死吧！哪里逃？再见了，艾登！维罗妮卡，你怎么出来的？艾登大人，你去追甲龙吧，我对付他就够了。多加小心！不长眼的东西，知道我是谁吗？就凭你也想拦住我？去死！我想起来了，好多年前在拿歃血狼人练手时，有一个逃跑的小女孩，是你吧？找到你了，上钩了，尝尝魔化药剂的厉害。留给艾登的杀手锏用在你这种小角色身上，真是浪费！受死吧！喂，的赏金猎人根本没拦住他呀！真是慌不择路啊！现在你不仅涉嫌命案栽赃，还派人暗杀我，已经没什么可狡辩的了。是乖乖跟我走，还是让我绑你回去？他们两个怎么打起来了？非要把场面弄得这么难看吗？死蛋了！我记得是装满的呀。艾登大人是想用空气打死我吗？闪光咒！我不就随手杀个贱民，至于逼我到这种境地吗？老爷，甲龙少爷被艾登大人抓到了，咱们该怎么做？那是蔷薇监狱的艾登大人吧？他居然要对甲龙动手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撒泼也没用，你哪儿都别想逃！你光天化日之下想杀我，还不让我逃？大家都来评评理啊！你再多说一句话，等着你的就不止流血这么简单了。艾登，这可是你逼我的，那就看看谁的命硬吧。杀人了！是你。甲龙为人比较蛮横无理，他好像是某个议员的私生子，大家忌惮他父亲的权势，只能自认倒霉。让大家受惊了。最近维罗妮卡警官的枪杀案，想必各位都知道了。经过秘书查证，这件事其实是我的逆子甲龙所为。维罗妮卡警官是被他诬陷入狱的。甲龙是我儿子，他犯下这些罪行使我教导无方。但我身为大家推选出来的议员，绝对不会放任他逍遥法外。我的儿子已经伏法了，麻烦艾登大人给我俩一点独处的时间吧。如果我严加管教，甲龙他就不会。节哀啊，议员大人。想不到安东尼议员竟然这么高尚，当初真没选错人啊！啊，什么声音？地震吗？那个方向，维罗妮卡。等着吧，艾登，这事咱们没完。好惨烈的战斗！救救我，艾登大人！为什么我要救个想杀我的人？你是位英雄，难道要见死不救吗？你应该按照法律办事，让我受到法律的制裁。这些话是你雇主教你的。记住了，万一失手的话，
就老老实实认罪。以艾登光明正大的英雄性格，他会饶你一命的。在法庭上管住自己的嘴，我保证你在监狱里吃香的喝辣的。当然不是，您这样的英雄，肯定不会对我这种小喽啰一般见识，对吧？蠢货，那就麻烦艾登大人用法术把这棵树抬起来吧，我的脊椎好像受伤了。我不会那种法术。至于你口中的英雄艾登，早就死了。怪不得教授的时候你这么说，那你这是给你雇主的一个教训。维罗妮卡，你在这里吗？别过来！我。抱歉，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。都说了不要过来了，等我把这件衣服扯出来。喂，里面有人吗？穿上我的衣服吧，先离开这里再说。变身结束了吗？只要心率降下来就能恢复正常了。我还以为狂暴会变成狼的外貌呢。正常情况确实如此，但是我好像有某种缺陷，没办法完全狼人化，因为这个还常被村子里的民兵伙伴笑话呢。你要是可以变成狼人，我们就带你去帝国边境巡逻啊！毛还没长齐的小家伙，还是留下来看家吧。臭小子，又欺负维罗妮卡！只是开个玩笑嘛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别跑！维罗妮卡，来吃饭了。如果从来没有来过白银城就好了。白银城是个暗流涌动的地方，以你的性格，的确很难在这里生存。我记得你说过，曾经拯救了一个村子吧？出狱之后，不如考虑一下回去。我不敢回去，离开村子时我夸下了海口，要出人头地什么的。现在这副样子也太丢脸了。哪里来的这么多乞丐？走开点！我们只是想问问蔷薇监狱在哪里。那是。